动，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痛，爱很有情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值得什么歌颂？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和梦交涉。我朝着我的方向逆着光，还要闯破几道城墙，抱着我的想象和希望，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，既不需要伪装在冷酷的战场，我只要能坚强，就有全世界的力量。我信仰。不许动！我不应该在这里的。我要亲眼看到杀死艾琳的人。你也知道，你不可以跟他有任何接触。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之前再盘问他。你认得这些东西吗？那这些人你总该认得吧？他们都是遭到你惨害的无辜受害者。虽然你不承认，我们有强烈理由怀疑你涉嫌3宗伤人案，还有1宗谋杀案。是的，都是我做的。他说什么？孙汉已经承认所有的罪行。艾琳做错的是什么？他为什么要杀死艾琳？你知不知道孙汉涉嫌了严重的罪行？我当然知道，把你全知道的告诉我们。不就是想要谋杀你吗？这么没用的男人，居然在我家要拿刀子杀警察！哼，如果你真的被他杀死，那我房子不就变成凶宅？又哪里卖得出去啊？我说的不是这个。我们警方怀疑他另外涉嫌3起伤人案，还有1起谋杀案。你知不知道有关的事？他杀人？有这样的事啊？没想到，这个窝囊废竟然敢去杀人。不过这样更好，叫法官直接判那个臭男人死刑。反正这种人活在世界上也是浪费米粮。你知道孙汉为什么要去杀人吗？我杀人是被逼的。谁逼你的？你不要问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杀人。你跟孙汉是什么关系啊？没有关系，不是夫妻，现在连男女朋友都不是了。我们彼此相爱，为了他，我甚至跟老婆离婚，连孩子都不要了。既然彼此相爱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因为我被裁退后，一直找不到工作，他就开始讨厌我，而且还什么？我虽然没有工作，可是我都有帮忙煮饭、做家务，可是今后还是不满意，根本不把我当人，动不动对我又打又骂。哎呀，你笨死了！哎呀，快点收拾干净，东西去那边吃。没有用就是没有用，找不到工作还要女人来养，全世界啊最没有用的人就是你呀！
你呀，以后就像狗一样蹲在那边吃，不准跟我一起吃。如果当时你报警，警方就能以伤害罪来提控沈星红的。我不想让星红被警方逮捕。他这样对你，你为什么不要离开他？因为我很爱他。那为什么去伤害别的女人？有一次我在切菜，你这个窝囊废！星红又发脾气赶我走，讨厌，你给我滚！还把我赶出大门。滚！我一路走着，想到这些日子所受的委屈，越想心里越气。一个跟星红一样发型、穿着线条衣服的女人刚好出现。你是猪啊，没有用，窝囊废！你像狗一样，滚！没有用，窝囊废，滚！我一时冲动，就冲上前去。你把受害者当沈星红的代替品。伤了人后，我的心情平复了许多。所以每次你被沈星红打骂，你都会去找同样发型、穿着线条衣服的女人当发泄的对象。你只是砍伤头3个受害者，为什么杀死邱爱玲？我从来没有计划过要杀她的。那天，我被星红骂了一顿过后，正好看见一个穿线条衣服的女人和一个男人起争执，那个女人和星红一样凶，所以我就想教训她。你杀死邱爱玲，就因为她长得像沈星红。是她倒霉。伤害你的人是沈星红，为什么把气发泄在无辜者身上？我不想伤害星红，因为我爱她。我从来没有爱过这个没用的男人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分手？他贱咯，死赖着不走。我给他钱花，给他吃，给他住，他竟然跑去外面杀人。呵，幸亏被你们抓住啊，不然不知道哪一天我也会无缘无故被他杀死。如果孙汉真的想伤害你，你早就没命了。那些被孙汉伤害的女人，就是因为和你有类似的特征，才会成为你的代替品。我看你还是继续放假，评价的事让我来处理。凶手已经抓到了，算是还爱玲一个公道。抓到了又怎么样？哇，看来今天的战绩不错哦，整个月的薪水都捐了给服装店吧？钱是花了不少，不过快乐不起来。是因为国王？他到现在无法接受艾莉被杀的事，非常消沉。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时间去冲淡他的痛苦。只能这样。你帮我点啊？是啊，你不是说很喜欢这餐厅的拉丁吗？我应该减少跟你在一起的时间，这样你不能对我了如指掌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？喂，我租了一部你喜欢的电影，
今晚我们可以一起啊。什么电影？今晚就知道了。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点菜。哎，等一下，还有一个人。谁啊？来了。叶君，你好。坐吧。我刚在 shopping 的时候，他刚好打给我，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饭，你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对了，这个送给你，谢谢你帮我破案。打开来。好。其实我只是根据你所形容的情况给了一些我的意见。不过如果真的帮你破案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哎 ，Madam， 我也付出不少啊，怎么我就没有礼物？你薪水是白拿的，这是你的职责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我同事走不出他未婚妻被杀的阴影，我该怎么帮他？与其让他整天胡思乱想，不如让工作帮助他忘掉痛苦。不过我们的工作常常要面对凶杀案，会不会影响到他？当一个人受到很严重的心理创伤之后，让他处在一个熟悉又安静的环境，回到规律的生活步调，可能会让他早日走出悲伤。而你说的熟悉又安心的环境，这是我们的工作，就不知道他愿不愿意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起我还有点事，来，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啊。就不知道该怎么向他开口。喂，玉琪，什么事啊？我现在在医院。为什么会在医院？出了什么事？余恩发高烧，医生说可能是脑膜炎，不过还在检验中。我打了一个早上的电话，就是联络不上政委。好，我帮你去找他。给钱。好了好了，应该开工了啊。喂，别走啊，继续赌啊！你都没有钱了，可不可以先借点钱给我？没钱就改天再玩吧。喂，政委，有人发高烧，现在在医院，你赶快去看他吧。小孩子发高烧很普遍的，吃了药就没事。有人可能患上脑膜炎啊！就算我去医院，也起不了作用。你知道脑膜炎的严重性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可是我不是医生。就算我24小时守在他身边，对他的病情一点帮助也没有。我不需要你去给云恩医病，我是希望你去陪他。他跟你感情这么好，有你陪他就行了。我不是他爸爸，你才是啊！孩子生病的时候，真需要父母在他旁边照顾他、安慰他，与他一起奋斗。云恩真需要你和玉琪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是不是想去赌啊？不关你的事。难道连女儿都比不上赌博吗？赌博对你真的是这么重要吗？是，很重要。我赌赢的钱，随时多过我开整天德式的钱。你很想赌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跟你赌。如果你能够连续3次开出相同的意面，我就输你1000。同时抛2枚硬币，抛2次，出现正方2面各1次的概率是50%；抛10次，出现正反2面各5次的概率是24.61%；抛100次，出现正反2面各50次的概率只有大约8%。丢硬币是一个很简单的赌博方法，赢的几率都那么低，何况是其他的赌法？
所以说赌博根本是10赌9输的。不是纪律的问题，是运气的问题。只要运气好，自然就会赢钱。为什么你不说是自己戒不了赌呢？如果你再这样继续沉迷赌博，你输掉这个家的几率将是100%。你怎么现在才来？云人怎么样了？医生怎么说？检查报告出来了，证实云人得脑膜炎。那现在云人要不要紧？医生给云人做了治疗，情况已经控制下来了。你又去赌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就算我求求你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云恩，为了我们还没出世的孩子，你不要再赌了，可以吗？我们不需要任何奢侈品，只要你肯踏实的开得事，那就够了。你要去哪里？又去赌？我去买东西给你们吃。我和政委谈过了，他已经知道赌博的严重性，你就给他机会，不要再埋怨他了。你觉得刚才那部片拍得怎么样？我不喜欢她结尾，那个女人是个很时尚的现代女生，最后却为了爱情自杀。我觉得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欠理想。多时尚、多现代的人，内心也有脆弱的地方。我同意。不过为了爱情放弃生命，我不能认同。我知道你的爱情观。你凭什么这么说？怎么样？我叫你给我擦掉！关你屁事啊！吐痰是犯法的，你给我擦干净！要擦你自己擦个够啊！喂，我这里擦干净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开呀！我是警察，你敢碰我，把你们抓起来！警察有证件吗？没有证件还说自己是警察，还不如说自己是总理更厉害。你好，我是来自特别罪案调查组的王志杰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？不好意思，我朋友喝醉了。我真是一个烂警察。哎，小心！起来！幸好燕军及时把你推开，要不然你被撞了。这样是最好，这样子我就可以见到艾琳了。国华，不要折磨自己了。我们的同事在等你回去办案。我连我的未婚妻都保护不了，我没有资格当警察。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你不是要跟你爸爸一样伸张正义，才会选择加入警队吗？你要振作起来啊！我相信你爸和艾琳不想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的。我觉得这个样子很好。姐姐，我觉得我跟艾琳的距离越来越靠近。你为什么变成这么不爱惜生命？我很爱惜生命，可是别人要骂
他们把生命当成什么？要拿走就拿走。我以为抓到凶手，我就会好过一点。可是他也是受害者，我很可怜他，我没有办法恨他，我只能怪我自己，怪我无能，怪我没用。我们手头上还有很多谋杀案，有一些凶手到今天还没有被抓，他们的亲人肯定比你还要痛苦。像这样不幸的人很多，他们在等着我们帮他们讨回一个公道，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顾影自怜，没有资格说自己是最痛苦的。想一想，你当初为什么要当警察？如果你忘了，又或者你还是觉得你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，我给你1个晚上的时间考虑，你可以选择辞职，我不会阻止你的。进来。Good morning. Morning. Ma'am， 我想提早销假，可以吗？人手不足，当然批准。欢迎归队。谢谢。真婷，你去哪里啊？你玩够了吗？气消了的话，就该回家了。我已经找到学校了。你找到学校了？哪一间啊？你有没有查清楚学校的背景？你知道很多外国人来这里找学校，他们结果都上当吗？帮我找学校的那个人不会骗我的。谁呀？你认识他多久了？大概2个星期。2个星期？你对他了解有多深？他这么热心帮你，肯定是有目的的。他才不像你说的那样，他是个好人，很容易相处，爱玩爱闹，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而且人又长得超帅的。长得帅的男人你才要小心。他很有爱心的，上次还跟我一起去追撞了人逃跑的司机。这么有正义感？那当然，人家志恒哥可是个 pathologist 法医。别以为只有你认识的人才是好人。美女，可以一起做吗？你就是用这个方法泡妞的吗？你不是非常热心的帮人找学校吗？我只帮一个人找过学校。你认识 Jane 啊？她是我妹妹。这个世界真的那么小啊？你老实说啊，你是不是想老牛吃嫩草？虽然年年21岁，但是 Jane 对我来说还是太小。算你有自知之明。哎，你真的帮他找到学校啊？是啊，有问题吗？他这个人都不怎么爱读书的啊。据我所看到的，他对读书的兴趣还挺浓的。据我了解，他好像对玩比较有兴趣吧？他回来之前，你多久没看到他了？1年半吧。你这个妹妹很有想法的，她知道自己将来要走哪一条路。真的？年轻人有理想、有抱负是值得鼓励。如果大雄他们也能像 Jane 那样，我就不用这样烦恼。他们最近怎么样啊？
我也很久没看到他们了。不过最后一次看到他们，大雄和 Jeff 竟然有钱买很贵的新手机，我担心有问题。担心钱来路不明。虽然他们都说是做 part time 存钱买的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太对劲。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他们了，找个机会约他们出来吧。好啊。明天早上有没有空？干嘛？嘿！这里！喂，我呢？下雨天呢，你要 barbecue？ OK， 我下快，拜拜。伤者在里面。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我们在这里玩飞盘，然后就听见 Coco 尖叫，之后就看见伤者躺在那里。有没有看到案发经过？我们都问过了，没有人看到。One stands tall, OST， 也就是王顺堂、王顺东的缩写。我敢肯定，他就是王顺堂的人。帮派寻仇。我知道他跟另一个帮派有夙愿。上一遍。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？我当时去捡飞盘，看到他血淋淋的手，那时他好像已经昏倒了。我当时正在玩飞盘，没有看到事情发生的经过。我只是专心玩飞盘，什么都没有看见。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？没有啊，什么没看到。根据目击者说，有几个青少年当时逃离了案发现场。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没有。从我们玩飞盘的位置是看不到案发现场的。当我们赶到伤者那里，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，没有看到任何可疑的人物。你有没有看到伤人案的发生？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 那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
武哲，你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吗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，我跟大家一起玩飞盘，后来听见Coco尖叫，就跟着一起跑过去啊。可是根据其他人的口供，案发的时候，你恰好离开了。我去了厕所啊，回来的时候刚好听到Coco尖叫，就跟着过去。姚家，妹妹，刚才我见到我儿子离开，他来这里做什么？今天发生一起青少年的伤人案，可能跟四会堂有关。永泽也包括在内。他当时在案发现场。那他到底有没有参与？他说没有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好像在隐瞒些什么。什么时候戴的耳环？又要出去？我有话要问你。今天在警察局见到你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在公园发生的伤人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我刚好跟朋友在那里玩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讲一下？我都说我跟这件事无关了，我没有刺伤人啊！刺伤人？好，你说你没有，妈相信你。那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，却隐瞒警察？如果你知道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让警方知道。知情不报的罪行是很严重的，永泽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永泽，永泽。你们真的不够意思哎，都没有告诉我你们要去对付Don，刚才真的是让我吓死了。你是女孩子，怕你受伤害。Don这么嚣张，我早就看不顺眼了，是应该给他教训的。可是我们这样会不会有事啊？你们当时跟警察在一起玩，他们是最好的证人。只要大家都不说出去，绝对安全。喂，今天干嘛一直喝酒啊？而且还脸臭臭的，是不是给妈妈骂啦？不要管我可以吗？喂，你要去哪里啊？厕所。哎，你今天是干什么？明明说好只是教训他，你为什么用刀刺他？上次都那么对你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。这次刺他一刀，是为你出一口气。要是他死了怎么办啊？那就可以早一点投胎做猪啊！我警告你，不准跟我说出去，说了你也脱不了身。最多一起死。不过你今天表现得不错，没有出卖我，就是兄弟。既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就应该互相照应。我不会看错你的。给你。不用了。拿去。嗯。
回来了，你过来，看我为你做了什么。这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苹果派，这些年妈都因为工作没时间为你做，来坐下来吃，尝尝看。味道还跟以前一样吗？我们已经很久没这样好好的沟通了，今晚我们就好好的聊聊，谁都不准发脾气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管你，喜欢有自己的空间，喜欢自由，可是你也要让我看到，你有责任感啊。怎么看到？你告诉我，今天早上在公园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好说的。你跟谁一起去玩飞盘？同学。哪里的同学？学校里的同学啊。那他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见伤人案发生的经过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说过，我跟这件事无关了。你越是这样的反应，就越证明你心里有鬼。你到底有什么事情隐瞒着我？你永远都是这样，永远都以为自己是正确的，永远都认为永信做的是对的，我做的是错的。永哲，妈从来没有这样认为。虽然你和永信的性格不一样，可是你们都是我的孩子。我知道，永信聪明伶俐，乖巧听话。我呢，我什么都不如他。在你眼中，我只是个失败的儿子，所以你什么都给他，什么都不给我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讨论这个问题，我只想知道今天早上在公园发生的伤人案，你到底有没有参与？我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没有啊。等一下，这手机哪里弄来的？人家送的，可以吗？这么新、这么名贵的手机，人家送给你。你老老实实告诉我，这手机是怎么弄来的？你都不会相信我，是我偷的，是我骗的，是我抢的。那不是心仪吗？对呀。千万别给药家看到啊！知道了。你怎么在这里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？哦，有人将公园发生杀人案那天拍的画面放上网，我们想或许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线索。反正没什么可疑的东西。不要看了，报警！什么不要看啊？打开。玉霞，往回倒一点。好。停。这个男的走去的方向，就是受害者遇害的地方，而且他走进去没多久，当就遇害了。你怀疑这个男子是袭击端的其中一个人吗？往回倒一点。停。能放大吗？356，记好。3。玉霞，马上打印出来。Yes, sir。
Come in. Madam， Madam， 关于公园的伤人案，有一些新的进展。我们检查了那群年轻人的手机，他们都是收到同一则简讯才到公园里去的。我问过他们，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，不知道是谁发简讯给他们的。他们肯定是知道的，又不是陌生人，怎么会那么听话，都在公园里出现呢？我说啊，这些年轻人肯定是有问题。那有没有查出发简讯手机是属于谁的？这个手机号码是属于一名外劳的，不过他已经离开新加坡差不多1年了。懂得利用这种方法来掩饰自己的身份，这个人肯定不简单。 Madam， 这个电话号码打死我都记得的。你去向大耳窿借钱？很好笑没 ？Madam， 其实是我老婆上个月弄丢了身份证，相信是被人捡到，拿去跟大耳窿借钱的。那你老婆有没有报警？报了，可是还是吃了一步。那你们还没有查到其他的线索？我们怀疑这宗伤人案跟这个人有关。我们相信这是356私会党的党徒。这个纹身男肯定跟大耳窿的集团有关系，你们赶紧去追查。Yes, Madam。大耳窿已经来我家拜访2次了，他们平均2个星期来一次，这2、3天应该还会再来。到我家埋伏应该会有收获。那好，你们马上去进行。Yes, Madam。廖家，坐吧。那个被刺伤的年轻人，现在情况如何？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还没有醒过来。你觉得永泽的牵涉有多深？现在还不知道。不过我觉得应该多留意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几个人。永哲还没有回家。他离家出走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误会了他。原来他那台新手机是他爸送的。我竟然连我自己的儿子我都不信任。那你现在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吗？他父亲跟他通过电话，他说想在朋友家里住几天。我们时常逮捕那些青少年，希望能够好好教导他们做人。可是我连我自己的儿子都不懂得如何管教好。我没事了，谢谢你，姚家。你去进行你的埋伏行动吧。是和谁不同，燃烧都是那份光荣，冲动只要别失控。心跳不同，爱很有轻重。不懂，不期望你懂，英雄只对什么歌颂，战斗本能的一种。终于选择扮演我的角色，不断和命运拉扯，跟梦交涉，我照着我的。